欢迎收看是是非非脱口秀播客。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人口为什么在减少，以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居民选择去马来西亚生活。这两个趋势其实都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我们先来说说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减少这个事情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但是这个减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减少？是真的人数变少了，还是说有别的什么原因？对，其实这个减少不是说人数真的减少了很多啊，更多的是说华人在整个马来西亚的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在慢慢的降低。那这个背后的原因呢有很多，不光是出生率的问题，对，不光是说大家不愿意生孩子，还有别的因素在影响，是吗？没错没错，除了生育率低，华裔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也很快，然后净迁出率和人才外流也是非常明显，还有一些比如说城市内部的迁徙啊，国籍的变化呀，也会让这个统计的数据看起来有所变化。说到生育率低和人口老龄化啊，这是一个很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那马来西亚的华裔社会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马来西亚的华裔家庭普遍生的都比较少，这背后的原因呢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大部分人都住在城市，大家受教育的程度和职业追求都比较高，然后还有就是结婚和生孩子的年龄普遍都往后推了，还有育儿成本太高，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这些都是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听起来好像跟我们之前讲过的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很像啊。是很像。你看现在的年轻华裔，他们面对的是高物价、高房价，然后孩子教育竞争又很激烈，他们就会选择少生或者是不生孩子。这其实就是现代化带来的一个共同的现象，再加上华裔当中老年人的比例比较大，所以它的自然增长率就会下降。这个趋势在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移民和人才外流，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最近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马来西亚华裔选择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其他地方去生活。其实现在很多华裔家庭他们会选择出去，比如说去留学，然后工作，或者是移民，甚至是长期外派。那像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这些都是热门的目的地，还有很多人会选择去中国大陆发展。看来大家的选择还是挺多的。那这些背后的原因都有哪些呢？主要还是为了孩子的教育、自己职业的发展、更高的收入，还有更好的生活质量。也有很多人是因为对当地的族群政策不满，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有限，再加上现在全球化也让跨国生活变得更容易，所以很多家庭都有能力去做这样的选择。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政治政策和身份认同的影响，就是马来西亚的族群政策会怎样左右华裔的生育意愿和移民决定呢？就比如说他们的教育、就业还有资源的分配都是优先考虑土著的，那这个对于华裔这些非土著的群体来讲，就会觉得上升的空间受限，对，久而久之就会对未来没有那么乐观，很多人就会因为这样的原因决定少生孩子，或者是直接离开这个国家。所以说身份认同也会影响他们的选择，对吗？当然了，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如果他们觉得在自己的国家没有归属感，甚至觉得被边缘化，那他们很有可能会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其他的国家。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说到这儿我有个问题啊，就是经济方面的因素，比如说房价、薪资还有生活成本，这些东西是怎么具体影响华裔的生活和迁徙选择的呢？简单来说，高房价加上薪资增长缓慢，还有日常花销不断的增加，让很多年轻的华裔非常的有压力。他们一方面要为了买房发愁，另一方面他们还要为孩子的教育、将来的医疗去提前存钱。怪不得大家都觉得生活不容易啊。确实这样，当财富积累遇到瓶颈的时候，那些有条件的人就会考虑到海外去买房或者移民，甚至把自己的资产和孩子的教育全都安排到国外，这也是现在越来越多人的一个选择。那文化、语言和教育选择呢？这些东西又是怎么影响华裔家庭的迁徙决定的呢？其实华裔社会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看重教育的，对，所以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能够在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下面成长，能够有更好的前途，他们就会选择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甚至是举家移民去陪读。看来教育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驱动力啊。是啊，而且有的家庭会觉得当地的学校在语言上面或者是在文化上面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期望，那他们也会更倾向于为了孩子的未来选择迁徙到其他国家去。这也是为什么有不少华裔家庭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明白了。那社会氛围和歧视的感受会不会成为华裔选择离开马来西亚的一个原因呢？会的。如果一个族群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面
觉得自己被疏远了，或者说他们在公众的言论当中经常会被贴上标签，甚至被歧视，那这种不安全感是会在心里慢慢积累的。对，时间长了之后，就会让他们想要离开这个地方，或者说让他们更不愿意生孩子。没错。那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来看看，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居民会选择去马来西亚办第二家园？就是中国这几年都有哪些大的变化，让大家想要走出去？这个原因其实也很复杂。首先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速变慢了，然后房贷和日常开销也变高了，再加上一些行业的监管越来越严格，所以很多中产和富裕家庭就会想要把自己的资产分散一下，也希望能够规避一些政策上面的风险。那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呢？当然有了，比如说国际上面的压力越来越大，然后大家对于孩子的教育还有生活的自由度也很看重，所以很多家庭就会开始考虑在海外准备一个备用的住所，或者说直接就长期定居在那里。原来是这样。那马来西亚到底有哪些优势可以吸引这么多中国家庭过去生活？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语言和文化非常的容易适应，因为马来西亚有完整的中文教育体系，然后也有很多的华语媒体，还有华人社区，所以中国人过去的话基本上不会有什么融入的障碍。听起来确实会比较容易适应。那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还有就是生活成本也不高，医疗教育质量也不错，房价也比国内一线城市要低很多，还有很多国际学校和双联课程，而且马来西亚的地理位置也很好，回国也很方便，以前的购房政策也很宽松，还有之前很火爆的第二家园计划也吸引了很多人去长期居留，再加上现在中资企业越来越多，也有很多经商和工作的机会。对了，这个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这些年也有很多变化，那这些政策的调整到底对中国的申请者有什么影响？这个计划其实这10年也是几经波折，政府也是根据自己的财政啊、安全啊和社会管理的需要，不断的在收紧和重启。那这个门槛也是忽高忽低，所以这也让很多想要申请的人觉得很困惑，同时也增加了一些难度。那这些波动是不是也让很多人打了退堂鼓？确实会影响一部分人的积极性，但是整体来看的话，马来西亚对于中国那些想要追求低成本的生活、优质的教育资源，然后又看重文化亲近感的家庭来讲，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政策变化虽然带来了挑战，但机会依然存在。了解了。那我们现在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两股潮流并存，就是本地华裔的出走和中国人的入住，这两者之间到底有没有直接的替代关系？其实这两者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因为来马来西亚的中国人，他们的身份是各种各样的，有留学生、投资者、企业家，还有一些是短期居住的，那他们并不都会变成这里的国籍或者永久居民。所以说新来的中国人并不一定能填补华裔离开留下的空缺了。没错，而且很多华裔他们离开之后是彻底改变了国籍，那这个就会让华裔这个社区在人口结构上还有在政治代表上面的影响是非常长远的，不是说新来的这些人就可以简单的弥补上的。好的，那我们再来讲一讲华裔人口的减少和外来中国人的增加会给马来西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挑战。先说影响吧，首先就是华裔在社会和政治上面的影响力会被削弱。对，比如说地方选举的时候，或者是说政策讨论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就没有那么有分量。那在文化和经济方面又会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呢？文化方面的话，就是语言、宗教还有一些传统的习俗可能都会更难传承下去，尤其是一些方言啊，或者说一些民间的仪式。那经济方面的话，因为有很多华裔的企业家还有中小企业主他们都离开，所以可能一些华裔聚集的地方，他们的经济模式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然后外来的中国人的增多也会让本地的文化氛围更加多元，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商业机会。对了，针对这个马来西亚华人人口的变化，有什么具体的应对建议吗？有啊，比如说政府可以出台一些更好的育儿补贴、托育服务，还有就是更灵活的工作制度，来鼓励大家多生孩子。然后也要通过一些税收的优惠、科研经费的支持，还有创业的扶持，来留住本地的人才，并且在分配公共资源的时候要更加的透明公平，这样才能够缓解族群之间的一些不安。除了政府之外，社区和企业是不是也要发挥作用？当然了，社区和民间组织可以多搞一些文化教育和语言的课程，然后给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参与和交流的平台，让他们对未来更有信心。那企业的话可以通过国际化来创造一些高薪水的岗位，把人才留住。同时呢，马来西亚也要继续的吸引外来的人才，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把握好国家主权和社会和谐的平衡，对，让本地的就业和外来的投资都能够受益。是的。那如果说马来西亚的政策和社会心态没有什么大的改变的话，未来这个华裔人口的占比和中国移民的趋势会怎么发展？如果还是维持现状的话，华裔在马来西亚的人口当中的比例可能还会继续的缓慢下降，但是因为马来西亚独特的区域优势，还是会有中国的公民选择把这里当成第二家园，或者说长期居住的地方。所以这两股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那会给马来西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这两种趋势同时存在，会让马来西亚的文化、教育、商业，包括政策层面都要不断的去进行调整和适应，来应对这种人口结构和社会需求的变化。OK， 今天我们聊了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减少和中国移民增加的多重原因和影响，可以看出来这背后其实是经济、政策、社会和个人选择的一个复杂的互动。好，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